一杯咖啡引发华人社区震怒，两个已经到了古来稀年龄的老夫妇老当益壮，越战越勇。到底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还是坏人变老了更难缠？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今天就让咱们来走进这个开局看的人义愤填膺，中段雷的人哭笑不得，而结局却大快人心的温哥华老夫妇泼咖啡事件。这个事情发生在温哥华一间叫 Rocanini 的咖啡店，距离著名的渔人码头景点仅咫尺之遥。这是一间开了10年的老店，主打的经营理念是煮最好的咖啡，提供最舒适的环境给最需要休息放松的客人。别看店面好像看着不起眼但是里面的东西却是别有洞天，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园。从非洲的肯尼亚到南美的哥伦比亚，再到中美洲的危地马拉，你在这儿能用咖啡周游全世界。而所有进口的咖啡豆都是在本地烘焙，更是让店里随时随地都充满了浓郁诱人的咖啡味儿。不仅是选料和烘焙他家的冲泡也是本地一绝，可以喝到有漂亮拉花的卡布奇诺，还有用细颈壶做出的正宗手冲。如果再考究一点还能自选咖啡豆，用店里那一架1人多高的虹吸壶，一滴一滴萃取出最纯的意式浓缩。难怪有客人在 TripAdvisor 上留言说这家店里工作的哪是咖啡师分明就是 Hogwarts 的魔法师。看似简单的一杯咖啡，一块蛋糕，味道却是有如同魔法加持一般与众不同。不过再是魔法也没能打过新冠，就跟其他很多餐饮小生意一样， Rocanini 也在一轮又一轮的疫情冲击下，只能靠外卖艰难维持。再加上旅游业同时遭受重创，渔人码头人流量骤减，更是让生意雪上加霜。好不容易熬到了2021年的春天，咖啡店终于开放了堂食，但是对于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每张桌子之间必须保持2米的间距。那这样一来，最多也只能容纳之前一半的客人。不过即便如此，老板也没有用提价的方式把成本转嫁到顾客身上，而是保持了之前一杯咖啡5-6刀的价格，跟星巴克也差不多。看见老板做生意如此厚道，客人们对这种人数限制也纷纷表示理解。客满之后大不了打包嘛，带走喝。天气转暖以后，咖啡店门口也摆了几张座椅，不少客人也选择坐在那儿边看风景边享用咖啡。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此的通情达理。2021年3月29日，一对老夫妻来到店里，两个人都没戴口罩。在店员的善意提醒下他们却拉下了脸反问说，我们是来喝咖啡的，戴着口罩怎么喝呀？于是店员指着墙上的标志，不好意思这是政府的规定，室内必须得戴口罩，只有坐下吃喝的时候才能暂时拿下。见对方如此坚持，二老也只能不情不愿地戴上了口罩。不过双方的梁子也就是在这一刻结下了。他们点了2杯热咖啡，想要在店内找地方坐下，但是当时所有的桌子都已经坐满。于是女店员在表达了歉意以后，提议他们也许可以坐在室外的空位上。结果一听这话老头老太太又不乐意了，他们觉得外头冷风又大，于是要求给他们专门在屋里加一张桌子。店员解释说这可不行，因为多放一张桌子进来，不仅是室内的人数超过了，还会让旁边2张桌子也达不到社交安全距离。面对这样的好言相劝老头的倔劲反而上来了，我就要坐屋里头，你不动手是吧？好，我自己来。于是他直接就把放在外面的一张小桌子和2把椅子给拖了进来，放在了厕所门口。俩人坐下就开始对饮。只能说这2口子为了喝上这口咖啡实在是拼，不仅连搬家具这样的体力活都干了，还要来个厕所气味特调。可是这样一来他俩是把厕所的出入口堵了个严严实实，其他客人如果想进去门都拉不开。于是那位年轻的亚裔女店员只好又过来好言相劝，你们这样自作主张的堵在我们店里，这可不行，也要考虑一下您二老的健康吧，坐得离别人那么近，万一不小心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呢？结果不提新冠还好，这一提老头老太太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脚开始大骂，说这就是他这样的中国人把病毒带来了加拿大，害得他们连杯热咖啡都喝不了，嘚的，嘴皮子乱飞，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输出。
根据当时在场的几个顾客的说法，这俩老人那是满嘴脏话 ，S 和 F 开头的词儿乱飞，而店员妹子可能没见识过这么不讲理的人，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还口，委屈的眼泪都差点流下来。老头老太太估计觉得，他怂了，于是更加变本加厉，用什么蠢猪啊、母狗一类极具侮辱性的词，不仅把那个女店员的祖宗18辈都问候了一遍，还专门针对中国人来了个群体攻击。因为实在是骂得不堪入耳啊，就连旁边的顾客也听不下去了，纷纷侧目。临近桌的客人呢，支持店员妹子说：“这是你的咖啡店 ，You have your own rules。”远处也有一个行动不便、需要使用助步器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示意说他可以离开，把自己那桌啊让给那对老夫妇，希望他们就此打住，别再为难人家小姑娘了。可是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善意啊，那俩老头老太太依然不放弃作妖。只见老头一抬手，把一杯咖啡就这么全泼到了地上，挑衅似的看着店员，意思是这地板啊，你慢慢清理吧。然后起身就要离开。老太太呢也夫唱妇随，半杯咖啡朝着店员脚底下这么一泼，跟着老头后面嘴里骂骂咧咧就往外走啊。这一趟一趟的存心找茬，让店员是忍无可忍。就算顾客是上帝，可这俩上帝也太难伺候了。他也举起了手里拿着的毛巾，往老太太身上扔过去。这一根毛巾哪有什么攻击性啊？就是店员面对这样粗鲁的种族歧视，下意识反击的行为。于是老太太呢，先是一挡，然后噌的一下来劲了，嘿，可让我逮着机会碰瓷儿了啊！他不仅把手里剩下的咖啡泼到了女店员的脸上，还把空的纸杯砸到她头上，一套动作来的那叫个娴熟，身手矫健啊，根本不像是个70多的老人。咖啡泼脸，杯子砸头，不仅是侮辱性极高，伤害性也不小。我们之前在麦当劳咖啡烫人的案子里就提到过，在频频发生顾客被烫伤之后呢，很多大型连锁店都把咖啡机的温度设了一个上限，但这其实不包括那些以现磨手冲咖啡为主的小店，尤其有的特色咖啡需要在高温下才能散发出最好的香气，所以成品的温度常常都很烫，需要顾客小口细品。这样一杯滚热的咖啡，劈头一下泼在脸上，还是眼睛周围的皮肤很薄很脆的地方，女店员当时就疼得大叫，但是她也一把抓住了老太太的毛衣，想着不能让这个人给跑了。一看老伴儿要吃亏，老头果断加入战局，掰开了店员的手，让老太脱身，而且呢站在两人之间，对店员还推了一把。看见动手啊，旁边的另一位男性店员赶忙上来劝架，于是4个人就这么你拉我拽的从店里一直纠缠到店外。老头老太太一边动手，嘴上也没闲着，继续骂中国人都该死，中国人就是新冠病毒，而女店员也不忘反唇相讥，你才是那个该死的种族主义者。由于这个当街拉扯的动静实在是太大，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有路人干脆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老头这才松手，拉着老太太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宝马，一溜烟的离开。She called police, who, using their license plate number, tracked them down, arresting the woman. 而女店员和同事也打电话报警。没过多久，警察赶到现场，在查看了女店员的伤势之后，又调取了店内的监控。结果正在跟目击证人做记录，想要确认老头老太太身份的时候，一扭头，居然看见那俩人开车又回来了。这去而复返的理由啊，非常雷人。因为离开的时候情绪太过激动，老太太把钱包忘在咖啡店里了。结果呀，她也不顾之前跟店员撕的是多么难看，非要老头开着车带她回来找。只能说这情商智商啊，实在是感人。这下好了，钱包虽说是找到了，但是他们两个呢，也被警察以故意伤人、妨碍公共秩序为罪名逮捕。而当天晚些时候，他俩对店员泼咖啡，还当街大放种族歧视厥词的视频也被放到网上，短时间内浏览上百万，一跃成了网络名人。只是这个名啊，有点臭不可闻。然后呢，就有眼尖的网友马上就看出来，这大爷可不是头回干这种事儿了。早在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11月，他就因为对亚裔做出歧视性举动而上过电视新闻。怎么回事呢？当时啊，他在一栋公寓楼下面的停车场里洗车，因为这个水管的长度不够，于是他干脆就把车子停在了出入口的地方，把其他需要进出的住户挡了个严严实实。面对其他人要他挪车的要求，这老头是充耳不闻，
反而还把手上的动作放慢了下来啊！我就不走，有种你来赶我呀！眼看车子因为他越堵越多，该楼的一位华裔住户陈女士终于忍不住了，在跟老头交涉未果之后，她掏出手机，想要拍下老头的车牌号交给物业，举报这个违规洗车的行为。结果老头立刻勃然大怒，不仅对陈女士爆出各种粗口辱骂，还用手里的水管对她和她的车子一通狂喷。在陈女士拍摄的视频中老头叫嚣道：“我他妈恨死了中国人，滚回你们的国家去！” I hate f***ing Chinese. Oh, you do? You know? Okay. This is a f***ing invasion. It's not immigration anymore. You know,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if you don't like it. No car washing permit. Yeah. My friend came in after. He also started filming as well because he could hear the gentleman kept swearing at us. 陈女士也回怼啊，我是在加拿大出生成长，你要我滚回哪儿去？去你家吗？这场风波呢，当时还闹上了 CTV 电视台，但是最后却不了了之了。老头依然住在那栋大楼里，除了收到了一封警告信，要他不许占道洗车之外，对他的种族歧视言论却只字不提。也许是打那之后，他越发觉得亚裔好欺负呀。2年后，他从堵停车场变成了堵咖啡店厕所，从用水管子滋水变成了泼滚烫的咖啡，只是针对的目标依然是个头比他小的亚裔女性。至于一起的老太太嘛，只能说这俩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歪嘴的茶壶也只能配个歪了的盖儿。不过这次他俩摊上的事儿可比之前洗车大多了。根据加拿大的法律，这俩人的行为不仅是涉嫌故意损伤和破坏咖啡店的财物，还对店员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威胁，哪怕造成的伤害非常轻微，但也都是刑事犯罪。这可不是被舆论谴责一下罚点钱就完事儿了，不仅可能会洗坐牢，还会留下犯罪记录。结果还没等开庭呢，病毒却先一步出手了。俩人都申请将庭审日期延后，原因呢是他们都感染了新冠，无法出庭，然后又接连延期了2次，理由是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新冠后遗症，加上年事已高，虚弱的连门都不能出。联想到之前俩人在咖啡店又是拒绝戴口罩，又是违反社交距离硬夹桌子的种种操作，只能说病毒还真没惯他俩毛病，给他们来了个求锤得锤。这么一拖再拖，一直折腾到大半年后，俩人才第一次上庭。他们都表示拒不认罪，而且也拒绝请律师，觉得自己给自己辩护就够了。他俩之所以这么硬气呢，是因为老头觉得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加拿大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想法，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里面的。说白了就是他厌恶中国人是他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尽管现在每个人都把反歧视、反仇恨挂在嘴边，但是如果翻遍加拿大整个刑法典，会发现里面并没有一条叫做 hate crime 的罪名，也没有对它进行定义。那罪名都没有，你还能拿它咋地？于是老头老太太在法院门口就嘚瑟了起来。老头对在场的反歧视抗议者是激情兑现，他叫嚣说我更喜欢在这个国家说英语、法语或者德语，而讨厌听到中文。这是加拿大，我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不喜欢中国人，我可以大声说出来，这是我真实想法，受到法律的保护。I will say it again. You brought the coronavirus in this country and you're killing our people. Okay. Yeah. I prefer to have English or French or German than have a Chinese in this country. This is Canada, and we have free speech. If we don't like Chinese, we can say it. And I don't like Chinese, and I say it. 老头说的是中气十足，唾沫星子横飞，精神头可不输那些20-30岁的年轻人。而老太太则更绝，她居然对在场的一名电视台摄像师发难，而她如此针对对方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是个亚裔小伙子。她不仅用脏话对对方一通问候，还比出了中指，最后还在进入法庭的时候突然掀起了衣服，露出了后腰，同时拍了拍自己的屁股，说 You can kiss my ass。 这一幕让在场的人看的是目瞪口呆。亚裔摄像小哥表示，我这个算不算是被70多岁的老太太给性骚扰了？两个人如此嚣张和低俗的做派，让人不得不感慨，这哪是什么老人变坏了，分明就是坏人变老了。就连老头口中无端躺枪的德裔和法裔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勿 Q 俺们，我们可不会出来认领这俩种族主义者。而华人社区呢，更是团结在了一起，
不仅对他们口诛笔伐，更是联名上书，要求对这个事情进行严肃处理。其实根据官方的估计，大约有2/3的种族歧视相关案件受害者并没有向警方报案，而这报案的1/3中，真正进行立案处理的又只有不到1/3，而最终被定罪的更是少得可怜。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华裔更是成为歧视和仇恨的目标。可能是由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忍一时风平浪静，所以报案的比例更低，最后能勇敢上庭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民不报官不究，民报了官还是不究的恶性循环，让本来就弱势的少数族裔更加弱势。如果不借此机会刹住这个趋势，那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亚特兰大针对华人的枪击案也会在加拿大重演。有资深的法律界人士指出尽管在法典里没有对仇恨犯罪、种族歧视有所定义，但是却有一条叫公然煽动和散布仇恨罪。只要是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某一种族、族裔、人群的仇恨言论，那么就能算成是违法行为。换句话来说呢，老头老太太你自个儿家关上门来，怎么骂人都行，但是在餐厅、酒馆、商场、咖啡厅等公共场合骂 Chinese， 还把中国人和新冠病毒画上等号，这就已经属于公然煽动仇恨的范畴。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宪章的确在第2条规定了有言论自由，但是也在第15条规定了所有族裔平等，第27条规定了多元文化主义，而所有的这些权利都在第1条的管辖之下。而第1条说的是什么呢？对于宪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法律可以加以合理限制。所以不要觉得宪章里规定了言论自由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种族仇恨的言论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还有人呢列举了一个80年代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发生的案子，当时有一名高中教师在课堂上散布了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否认纳粹的大屠杀，还说犹太人要消灭基督教等等，结果被以故意鼓吹仇恨起诉。一审定罪后呢，他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上诉，花了6年多的时间，一路把官司打到了加拿大最高法庭。结果7名大法官最终以4-3的投票依然裁决他罪名成立，理由是任何形式的自由都不应该建立在伤害无辜者的基础上。有了这个案子的前车之鉴，老头也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不能算他的护体神功，于是他又干了件让人特别无语的事儿，他果断地跟老太太离婚了。他之所以这么坚决地跟老婆做切割，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据法律呢，攻击罪是不需要有身体接触的。这老太太把滚烫的咖啡泼人家脸上，这也属于攻击的范畴。而相比于自己呢，只是损坏财物、扰乱公共秩序，这个人身攻击罪名来的要严重的多。所以他赶紧得划清界限。至于老婆子嘛，那只能说是自求多福了。不仅如此，他还说这老太太几年前就查出患有老年痴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常常记不起自己做了什么。老头表示别说是对店员泼咖啡了，在家他也对我是动不动兜头来一杯我当时挡在2个人中间，那我要保护女店员不然这个疯婆子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只能说大爷这只同林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完了呢还不忘把老伴儿给狠狠地扇下去。尽管这俩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吧，但是大爷的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齿挨打立正才是条汉子，你把老婆拉出来挡枪算个啥事儿？可是就算他忙活这么一大顿，也依然要跟老太太一起站上法庭。毕竟当时现场又有监控，又有手机拍下的视频他尽管没把咖啡泼人脸上，但是之前之后那一系列的挑衅和语言侮辱行为都是板上钉钉。于是他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通过申请延期开庭的方式把这个事儿无限期的往后拖延下去。反正都70好几的人了，拖他个几年，搞不好人就没了嘛。就是这个理由比较难找，新冠后遗症是不能用了，毕竟这俩人之前又是跟人激情对骂，又是露腰拍腚的跟人耍流氓，怎么看怎么都跟身体虚弱、病痛缠身联系不上。于是他们要求法庭给他们指定一个免费的援助律师，理由是他们是老年人，对法庭程序不熟悉，退休金也不高，无力聘请律师。当庭女法官却表示等等几个月前的预审上，法庭就明确提出可以给2位提供法律援助，但是你们俩都拒绝了呀。当时说的斩钉截铁，
要自己给自己进行辩护，这咋就反悔了呢？老头赶紧解释说他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又低估了案情的复杂程度，所以才会说出什么不要律师，我行我自己能上的话。现在被现实给扇了耳光，所以还是麻烦找个律师给代理吧。法官一眼就看出他是想要用请律师的方式来拖延开庭，于是跟老头说，行，你说这个案子很复杂，那你现在跟我说说这事复杂在哪儿呢？可能没想到法官能这样突然将他一句。老头支支吾吾一阵以后呢，决定还是得甩锅。于是他说是因为部分华人社区的成员让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并施加压力给法庭，造成了案件的复杂化。这话法官直接皱紧了眉头你这可不就是暗示我不会进行公正判决吗？只能说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这个不过脑子张嘴就来的毛病，怕是这辈子都难改了。得罪了法官的结果就是他宣布拒绝了老头老太的延期申请，没有法律代表不能成为你俩永远拖延审判的理由。2020年10月，这起由一杯咖啡引起的诉讼案正式开庭。那位被泼咖啡的女店员也出庭作证，她说当时她感觉非常的震惊和害怕，在咖啡店工作好几年，她是第一次遇到这样蛮横无理的客人。在被泼咖啡之后，她情绪一度失控，躲到店里的杂物间偷偷哭了很久，而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留下了心理阴影，最终在4个月以后辞去了这份工作。面对人证和视频，老头老太也只得承认了他们在争吵过程中使用了针对亚裔的种族性言辞，但是老头却辩解说自己当时是在紧张的情况下失控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为啥他会如此的情绪不稳呢？那因为新冠大流行可谓是遇事不决新冠来凑，估计也就是欺负病毒不会说话不能辩解。可是控方检察官则表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场大流行，但是并没有人做出像你们这样伤害他人的行为。成年人有责任有义务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找原因开脱。被说到哑口无言的老头老太只能认怂，说自己对之前的行为已经感到后悔了。不过老头还不忘补上一句，我从这个事情发现温哥华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其实非常的 challenging。 这话让旁听席的人听了是一片哗然。咋的？感情之前你一直捏的是软柿子，这下终于啃到一个色嘴的呗。末了他俩还不忘卖个惨，说因为这个事儿他们已经被朋友家人和社区所疏远，这段经历让他们感觉无比的沮丧，所以已经计划在结束以后永远离开 BC 省。不过这也已经无法引发人们的同情心了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也许是意识到他们是越描越黑，多说多错，他们在庭审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提前认罪。用老头的话来说是希望这个噩梦赶紧结束，他俩要以自己的健康为重。2周之后，法官宣布了对2人的判决，俩人都被判缓刑12个月，罚款100元，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那位女店员，以及终身不得踏足事发的咖啡店一步。说实话这个判罚其实还是很轻的，因为所谓缓刑呢，其实就意味着俩人在不违反保释条例下1天大牢都不会坐。法官也承认2个人的年龄是最主要的定性因素，因为让2个70多岁还有各种基础病的老人去坐牢，对监狱管理反而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于是只能从轻处罚。不过也许相对这个不痛不痒的缓刑，真正让他们难受的是会从此留下犯罪记录，基本上就跟入境美国说拜拜了。对于很多每年必去佛罗里达过冬的老年人来说呢，可是比坐牢还要痛苦的事。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也不知道老头老太会不会觉得，如果时间能够重来，应该选择把那杯咖啡倒进自己的肚子，而不是别人的脸上。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